女人突然震惊地发现，死去3年的丈夫竟猛地出现在国际新闻里。她以为看花眼了，急忙让旁人倒回视频，结果清晰看到男人戴的橙色帽子竟和丈夫自制的那顶一模一样。她瞬间确定男人就是丈夫。可当她将照片拿给朋友辨认，对方却不信，说凭借从前做军官的经验，一来这帽子很容易撞款，二来如果他真的活着，为啥3年都不回来找你？珍妮不服气，为了证明自己没看错，她竟独自一人冒险来到新闻中的刚果寻找。幸好在这里有个记者朋友。黑哥得知后，第一反应也不相信一个死人还活着，但为了友情，他答应帮忙。起初他想找到这个丈夫的正脸，进一步确定身份，但可惜没有任何画面拍到。不过有个意外收获，这场骚乱中有个监控显示丈夫身边有个男人同行。珍妮和黑哥仔细一瞧，却当场懵逼了，因为这个同行的男人他俩都认识，特别是珍妮更熟。3年前她的丈夫到刚果出差，本来2天后就乘机回家，结果中途遭遇坠机事故死去。当她在机场得知后泣不成声，这时附近一个男人主动跑来安慰她，他自称名叫龙舌兰，也在事故中失去了弟弟，而他就是监控里和丈夫同行的男人。当时珍妮在机场又结识了失去妻子的黑哥，为了悼念亡者，3人还曾一起到酒吧买醉。 Is that tequila usual? Not today. 如今回忆起这个龙舌兰，珍妮想不通为什么她会和死去的丈夫在一起。为了搞清一切，他们必须找到龙舌兰，于是找到3年前喝过的酒吧，想找当时的服务员询问。老板却说那个服务员太奇葩，早就被他辞退了。但好在珍妮拿到了他的家庭住址，两人立刻来到贫民窟寻他，7拐8转后才找到他。当珍妮说出来意，奉上500块报酬，男人立刻表示这个龙舌兰是个退伍兵，现在正在隔壁城市负责照看一个矿场，不过那里有各种势力对抗，不太安全。但珍妮满耳只听到能找到丈夫，立刻和黑哥说要去那里，即便黑哥提醒那里有生命危险，她仍坚持要去。黑哥只好答应择日陪她出发。他表示这不只是为了帮珍妮，也是为了给自己赎罪。当年他耍钱败光了家产，亡妻不得不靠坐飞机帮人带东西赚跑腿费，如果他没上那趟飞机就不会死了。不过眼下黑哥要先安排珍妮落脚，珍妮主动联系丈夫之前的女老板朱姐，听说珍妮来到，朱姐痛快邀请她入住，但万万没想到隔天珍妮竟在院子里看到一辆车，这和丈夫开的车型一模一样。朱姐说是租车行送来的，说是你租的车，但珍妮压根没租车。不知怎的，她怀疑租车人是丈夫，立刻打开曾和丈夫约定的秘密基地，竟真的发现有个纸条，打开一看，赫然写着让她回家。一瞬间她认定丈夫一定在默默监视自己，立刻跑到租车行询问租车人的长相。可遗憾的是，对方说男人打扮严实，她也没看清长相，这让珍妮等不住了，恨不得立刻找到丈夫。第2天就和黑哥出发，但在上车前1分钟，黑哥突然接到2婚妻子的电话，妻子说她前夫突然找上门，还要打她，喊黑哥回家。珍妮一听也劝他先回去，咱们分头到机场集合。可万万没想到，黑哥刚坐上车启动，车子竟瞬间炸了，珍妮直接愣在原地。几秒后，她想上去检查黑哥，朱姐却急忙从家门跑出来，拦住不让他靠近，会有生命危险。就这样，黑哥死了。珍妮很是自责，她打给朋友白爷诉苦，对方是她服役时的军官。白爷得知情况后，竟让她立刻回国，成为了她的人身安全。但珍妮仍想继续留下寻找丈夫，这让白爷很担心。和妻子一番商量后，决定拖着70多岁的身体来刚果帮她。而同时另一边，朱姐也劝珍妮不要再找丈夫了，这次爆炸和上次的纸条都是在警告你，但她就是不肯放弃，说不仅要找出丈夫，还要找出是谁害了黑哥，要替他报仇。无奈朱姐只好答应帮她，说自己有家慈善机构，可以让下乡的爱心医疗队带上她前往距离矿场最近的村庄，这样就方便她找龙舌兰了。于是第2天，她和2男1女共3个志愿者一起搭车走山路前往矿场。可就在即将抵达时，他们竟被一伙山匪拦住，不仅拿走了他们唯一的车，手机钱包也被抢走。山匪还不罢休，又看上了珍妮的美貌，要对她动手动脚。珍妮不从，对方竟掏出一个大家伙，一时间众人都慌了。女人突然发现，已经死了3年的丈夫竟离奇出现在监控里。本该在坠机中死去的她，竟然没登机，而是每天和一个黑帮老大待在一起。起初，她以为丈夫被诈骗绑架了，但她却不报警，而是单枪匹马冒险来到刚果，想找黑帮老大要人。结果前往中途遇到了流氓，看珍妮长得漂亮，想强迫她，谁知她反手就将对方的武器抢过来，直接将她送去了地狱。而其他流氓也被吓跑了。接下来，她隐藏在一支下乡医疗队中，顺利来到距离黑帮最近的
村庄。但这时一个志愿者感觉不对劲，以往他们到来都广受欢迎，今天村民却十分冷漠，一定发生过什么。但来不及多想，他们立刻支起摊子看病。珍妮趁机拿出丈夫和黑老大的照片，四处询问有谁见过他们。可每个村民见到黑老大都像见到瘟神，避而远之。就在他纳闷之时，一伙当地的民兵组织突然拦住他，还要强行将他带走。珍妮本能反抗，却被狠狠打倒在地，直到另一个士兵阻止同伴，嘴里喊着几句听不懂的单词后，就放珍妮走了。这把他吓到了，立刻赶回志愿者基地。这时一个妇人主动上前，说自己认识黑老大龙舌兰，因为她昨天刚带人来过村子，还杀了自己的丈夫，只因丈夫企图逃出她的掌控，而龙舌兰杀人借助的手竟是个孩子。珍妮很是震惊，担心丈夫在她手里也会被杀。在得知龙舌兰在距离1公里外的矿场后，当天她偷偷摸到了矿场外侧，终于在人群中找到了他。可她手下众多，如何才能保证自己安全，又能向她问出丈夫的下落？思考之时，身后突然一个小女孩出现，毫无疑问是龙舌兰的人。珍妮急忙解释自己是个医生，只因迷路误闯而已。女孩一听眼睛亮了，立刻拉她来到自己的小伙伴面前，说她中弹了，要医治。珍妮只好乖乖照做，但她没想到这竟因此让她有个意外收获。当她帮忙处理完伤口，叮嘱男人每天换药时，女孩用当地语言转述。这时珍妮听到一个熟悉的单词，就是士兵阻止自己被抓说的单词。还好女孩懂些英语，一问被告知这是另一个的意思。她瞬间恍然大悟，士兵是想找一个女人，但不是自己，而是志愿者中的那个女人，也就是说她和龙舌兰认识。她立刻返回基地，问女人为什么明知自己在找龙舌兰却不告诉自己。女人还想装听不懂，珍妮威胁她，如果不说实话就向你的上级举报。女人只好解释，其实自己每次来都会偷偷见龙舌兰，帮她私带一些矿产出去卖钱，然后自己拿点分成。珍妮为她这种行为不耻，但表示如果能帮她和龙舌兰见面就替她保密。女人只好照做，当天来到龙舌兰的办公室，替珍妮发出邀约。而女人刚走，龙舌兰就聚集手下要去村里杀了珍妮。可他万万没想到，珍妮一直藏在矿场外，等守卫的人走了，偷偷进入他的办公室，在这里发现有个藏匿的房间。她一进来震惊了，墙上贴的东西正是丈夫在家时和自己创造的点滴记忆。原来自己的直觉没错，丈夫确实在这里。但这时龙舌兰突然回来了，珍妮丝毫不怕，直接端枪威胁对方。Что ты сделал с моим мужем? 龙舌兰虽有些惊讶，但很快镇定下来，表示根本没见过她丈夫，见她装蒜。珍妮直接开一枪给点皮肉之苦。她终于开口了，但奇怪的是，她只提起屋外的矿场，说她背后的系统非常复杂，自己也只是其中一环而已。如果珍妮现在不离开，放弃寻找丈夫，之后会有更多的人死。珍妮以为丈夫是发现她贪污的证据被她绑架了，可她却不肯回答了。关键这时屋外有守卫回来了，原来是在拖延时间。珍妮见不妙，立刻趁乱跑了出去，跑到附近一处黑暗的仓库，而龙舌兰亲自跟了过来，形势变成了他逃他追。男人听到他在2层，便偷偷摸了上去，但他低估了珍妮。随着一声鸡叫，在他暴露的一瞬间，珍妮立刻开了家伙，没想到特别准，对方马上就凉了。珍妮上前拿走他的手机，偷了一辆车跑了，半路上却被那名小女孩拦住。想到这里根本不是一个孩子该待的地方，善良的他让女孩跟自己走，女孩却很听话，和他一起逃了出去，暂时找到一家旅馆住下。而在他翻看龙舌兰的手机寻找丈夫线索时，意外发现她竟和丈夫的老板朱姐认识，这到底怎么回事？她马上给朱姐打去电话，想问个明白，结果半天也打不通，于是打给唯一信任的白爷求助。白爷告诉她自己已经抵达刚果了，可以替她先去朱姐家找人。可令她震惊的是，朱姐的邻居竟说她昨天在家被人袭击捅死了。当白爷告诉珍妮后，她很是吃惊，要和白爷马上集合讨论下一步。但白爷给她带来一个神秘人，说他是坠机事故中唯一的幸存者。珍妮说不可能，那次只有一个女护士幸存，但2天后也去世了。白夜告诉她，其实这场事故有不为人知的真相，可以帮她找到丈夫。随后幸存者向她讲述了一切，当时自己办理乘机时和珍妮的丈夫擦肩而过，而接下来的真相，珍妮听过后大为震惊。飞机上，男人只是好心提醒女乘客的电脑太吵，让她拿出来关掉。可当女人懵逼地掏出电脑长按关机键时，电脑竟瞬间爆炸了，让飞机立刻失去控制，从6000米的高空急速坠落，最终摔在了热带雨林，变成了一堆破烂。可让人万万想不到，刚才那位好心提醒的男人竟然活了下来。而更离谱的是，还有个女人也幸存。当他们站起身来，却惊慌地看到四周都是尸体，
再也没有任何生机。为了活下去，他们互相鼓励振作，必须立刻走出雨林。可因为骨折太严重，男人刚走出2公里就走不动了。女人见状表示让他原地休息，等自己走出后叫人来救他。结果这一等就等到第2天，男人已经虚脱晕了过去。恍惚中似乎有个神秘人发现了他，将他搬上车子运了出去。等他再醒来，已经是3天后，发现自己在一个乡下诊所里。医生说他全身多处骨折，需要联系家属。他第一反应是要联系女幸存者，谁知对方就拿来一个复印的报纸，上面竟赫然写着女幸存者已经死了。男人懵逼了，女人明明没有受伤，为什么就会死去？这时他瞄到报纸旁边有一个军官，就瞬间明白了一切。这个军官他在上飞机前见过，是他将炸弹亲手交给女人，让她带上飞机，所以飞机才会爆炸坠毁。他很害怕，如果被发现自己还活着，一定也会遭到灭口。3年来，他尝试隐姓埋名，但最近他却良心难安，终于决定揭露真相，让亡者安息。于是找到同航班一个男乘客的妻子，向珍妮讲述了一切。但奇怪的是，她的丈夫当年并没上飞机，而她做这个决定前，是因为接了个神秘电话，之后她就立即失踪了。珍妮和朋友白夜听后，认为找到这个神秘军官，或许能发现丈夫的踪迹。小胖提醒珍妮，自己已经失明，无法指认，当年军官的照片也找不到了，但清晰记得那个军官的嗓音很刺耳，像板鞋在水泥地滑了。于是白爷凭借自己过去在情报部门工作的身份，在这里找到熟悉的军官。很快他问出一个疑似嗓音很难听的空军军官，为了确认他究竟是不是，白爷伪装成作家来到这个军官的家，说要记录他的光荣事迹。可聊了几句后，军官敏感地发现他来者不善，立刻请他离开。而白爷将录音拿给小胖，他立刻就听出这就是他要找的军官。但此时军官却用监控注视2人，结果发现车上的小胖正是他一直想灭口的人，转头立刻让手下去杀了他。而这2人转眼来到酒店，白爷感觉身体不舒服，独自外出去医院，只留下失明的小胖。很快被军官手下找到，还将他带走了。等白爷回来，发现大事不好，但他找到了小胖留下的录音。为了救人，白爷叫上珍妮一起，很快摸到这个手下的家。手下看到他们丝毫不慌乱，还聊起天来。当得知珍妮来找丈夫，他竟拿出手机打出一个电话，对面传来一个男生。珍妮立刻听出男人就是丈夫，还没等她搞清怎么回事，这个手下就挂断电话，说自己求放过，毕竟小胖已经死了，被埋了。一番思考后，2人答应她。珍妮获知丈夫的地址，立刻坐车赶到那里。可当她走进这栋房子，却没有人在。等了几个小时后，身后传来熟悉的声音，珍妮终于看到了丈夫，激动地和他亲昵。丈夫也不敢信他在眼前，珍妮以为他被控制了，所以不敢回家。可接下来丈夫的解释就让珍妮怎么也想不到。他说自己上次出差时，意外发现女老板和军官勾结，帮军官走私矿产。起初他和女老板对峙，想从中捞一笔封口费，女老板答应了他，还给他买了回家的机票。可就在他要登机时，突然接到龙舌兰的电话，叮嘱他千万不要上这架飞机。龙舌兰告诉他，这架飞机上有个政府官员被派来监督军官，为了不被发现走私，才会冒险炸掉军官乘坐的航班，同时也是为了干掉他，一箭双雕。后来龙舌兰觊觎军官的矿场，便想拉拢珍妮的丈夫获取信息，所以在坠机后的1年时间，丈夫换了身份信息，躲在龙舌兰的办公室里，直到风头过去，龙舌兰来找他借钱，说要买一批雇佣兵，以此换他到这里安居。可就在丈夫去银行取钱时，2人刚走出，就遭遇了当地骚乱。消息被新闻报道，这才被珍妮无意发现他还活着。珍妮不理解，问他为什么不回家，难道不想自己吗？谁知这时突然有个抱着孩子的女人出现，而丈夫看到她很亲昵，珍妮瞬间懂了，愤怒的离开。丈夫想挽回，但珍妮只回复他一句冰冷的分手，更后悔自己竟冒险来找他。现在她只想回去找白爷，立刻回国去。但当她回到暂住地，白爷的手下竟告诉她带回的黑人小女孩跑了。珍妮很担心，害怕小女孩有危险，不知该如何找她时，丈夫死去的老板朱姐突然联系她，原来她竟没有死，是她将孩子绑了，想要挟珍妮说出其丈夫在哪儿。本以为珍妮会纠结，没想到她立刻写出丈夫的住址，终于交换成功，找到了可怜的小女孩。但白爷劝她，你不是上帝，不可能养育每个孤儿。无奈珍妮只好将她安排在孤儿院。本来她打算就此离开，可登机前却觉得自己应该将真相公之于众才对，不然自己的调查没有任何意义。于是她拉着白爷挨家挨户走访了当年坠机事故中被军官害死的乘客的家属，将真相告知他们。他们了解后无一例外选择聚集成队伍，抵达军官的家，要讨个说法。消息也很快在各大媒体流传，军官抵抗不住压力，竟饮弹自尽了，而留下的朱姐也因多项罪名被逮捕。珍妮不忘录下视频发给丈夫，骂他是个自私的胆小鬼。最终珍妮选择接走了小女孩，带回自己的家，她要当成自己的女儿抚养长大。从此她的人生有了新目标，而不是那个背叛自己的男人。